看一下拳皇97终极夏季决赛，来自于8位选手的激烈争夺，终于在今天敲响了啊！因为在整个这个前面的周赛呢，灰灰是独占鳌头，也就是说呢，他是正儿八经啊，这个获得了积分赛的第1名。但是最终的决赛呢，并不是说因为积分高就获得冠军，而是有一场这个惊心动魄的对决啊！怎么个惊心动魄呢？就是排名第1是灰灰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对这个第8名的小胖。啊，第2是谁？然后对这个第3啊，第7名，对吧？第2名对第7名，第3名对第6名，第4名对第5名，所以说是这么个情况啊。所以咱们看一看，也就是说呢，目前呢我们的对决是这个样子啊，大家伙看得很清楚。那这个对决呢，它的比赛是同时这个同时进行。那这个同时进行呢，这个我们看一下河池。他跟老 K 呢已经是打的啊，刚刚开始，然后呢，河池果然是抢1小王子啊，8神王啊，传说中的这个赛点不胜难等等头衔。那这一局一上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河池很暴力。第1轮的同时进行，灰灰跟小胖的比赛呢，我估计就不看了啊。秦红跟叶枫啊也没啥意思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说的。何静跟小新秀的呢，按照道理来讲呢，也是有一定的悬念和趣味感，但缺点是因为有河池跟老 K， 所以说我们同时解说的时候一定是转播这场比赛，没有之一。你也不用问我为什么不说灰灰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老 K 呢把8神是给搞死了啊，但是呢这个面对千鹤啊，他的大柱还是有一定挑战。那第1局一上来能不能先拔头筹啊？对于2位选手来说都是非常的有，对吧？都是非常的有这个啊，这个有益处的。虽然说是抢10的比赛啊，抢10的比赛呢，就相当于算是长局的范畴了，已经算是长局了。所以说抢10的比赛对于老 K 来说呢，按理说是有利的。尽管呢这一阵啊，河池非常的爆，那我们就不知道啊，今天河池能不能爆发出来。他如果赢了老 K， 那么他的下半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缺点的啊。你比如说他的下半场是何俊和新秀的胜者，对吧？那么他就可能会杀入这个决赛。而第1组呢，灰灰跟小胖，按照道理上来讲呢，小胖作为低配老 K 啊，打灰灰的胜率是几乎是可以认为不高的。而秦红跟叶枫，无论他俩谁获胜，灰灰对他俩的胜率也都是非常高，所以说有可能上半场不是对吧？上半场灰灰，下半场可能是老 K 跟河池。那老 K 跟河池对决在第1场上来就已经进行了，所以说我们看看，这相当于一场提前进行的半决赛啊，相当于提前进行了一场半决赛。而且第1局上来之后呢，河池虽然说啊有一点点被翻盘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呢现在呢还是占据了主动的优势。而老 K 现在是3颗气，怎么说？朝天椒双朝、3朝、4朝下臂摸胸，5朝6朝没打中，闪身过来一个抓。老 K 呢尽管是有翻盘的迹象，但是这手能量闪身确实让老 K 吃了个瘪啊，这个确实是这个很难受。就相当于你不小心吃了一个水果啊，还把水果的核吞进肚里啊，非常的难受。0比1，这个老 K 呢是输掉了第1局。归根原因呢，不是因为大门没有翻盘，而是因为大门差点翻盘的情况下，8神实在是没打过河池。如果8神打过河池，大猪打过千鹤，那大门平打。无论如何，目前的河池的实力应该是打不过老 K 大门，但是河池就一手8神，先让老 K 啊灰灰，甚至是叶枫等辈啊，确实很难受。而灰灰呢，在1v1比赛当中，可能是出于这个心理压力的问题啊，1v1反而灰灰就不怵河池，他打河池几乎就是手拿把掐谈不上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属于胜率在80%左右。但是一旦到组合赛，比如说八朱鹤对吧，对他八鹤门，总会在8神的首要对决上就会出现失误啊，就比如说经常会被河池碾压，或者说是对老 K 也是被老 K 的8神碾压。当然呢，就目前为止呢，这个我们看看啊，老 K 的这个8神呢是已经把河池逼上绝路，但是河池呢是绝路升天，以导致呢老 K 刚才是被揪得非常惨，被直接敲晕，这就很难受啊。
好，忍一手。这一手百合折之后呢，他想打一个顿挫啊，他想忍一手再抓老 K， 但是老 K 摇指令头摇得非常快，所以说来看看又是一个前冲跑抓，这一局跟上一局啊几乎是差不多的啊，几乎是差不多的。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伙儿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。好，来看看千鹤。那如果这一局大猪发挥的话，这个跟刚才那局一样，那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又是要靠大门的这个素材表演。那如果大门素材表演不好的话，那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嘎逼打了啊，这个就很难受，0比2。不过无所谓啊，我们看这一局闪身过来跳地，好，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切防啊。好，回身一个崩，站壁一脚前跳地，直接一脚踢死，直接一脚踢死啊，踢得非常的惨啊。好，来看看面对这个大门，这一局怎么说？连续的下臂，后闪，好，哎，就在这忍，能量闪身，但是头上符没出。这一手金牌大猪呢，虽然说干出来的时候，但是河池的大门现在看得出来啊，经过数次修炼，他还是有点东西。跳 C 呢想打一个反摇臂的这个效果，但是这个大猪没有理他。我们看看下臂转球打乱动，原地虚晃，轻手闪身后躲开这个位置，他不敢出下重腿。那老 K 当时没敢出下重腿，但时间快到了。现在好的，这样的话呢是往后拉落地跟反一个震，如果能扑出来的话，河池就会很难受，但是没扑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河池呢将近1颗气，而老 K 2颗气傍身满血，也就是说河池这一局看来是泰森的地力就太不稳，前跳 CD 被崩。哎呦，那跟反大升龙小升龙能投上符吗？没投上出来，比分1比1。这比赛一开局就是火药味啊！可以看得出来呢，河池尽管8神连续2次都获得了优势，但由于老 K 这一局的大猪发挥的是真的好，确实很难受啊。那这就是说这是非常皮了。我们看现在2个8神，开局跳地，空中一抢。这个总决赛啊，可能是你们不太了解，因为从今年的1月1号小狼开始回播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是6月26号啊，相当于解说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。这是我接触到的这个比赛的规模最大的一场，当然是线上的啊。线下的话，由于咱们这个疫情是吧，一直都没有这个完全啊，这个搞定，所以说基本上线下的比赛是一种奢求了。当然，我其实比较希望线下的比赛，倒不是因为小狼在线下比赛的时候啊，这个解说呢更牛逼一些啊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小狼，为什么喜欢线下呢？因为线下这种紧张感、紧迫感，跟线上在自己家里面那种谁也看不到谁，你看不到他的汗珠，你也看不到他失望的表情和他成功的喜悦，就这种感觉，无论是对于比赛选手还是观众啊，都非常重要。但是在我吹牛逼的一瞬间啊，河池已经1v3的局面了，也就是说，河池的8神连穿发猪，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受啊。我们看看。好，直接抓过来，原地起跳，闪身一个震，这是一个素材局啊，这是一个素材局，后闪身一个震，这是100%能震到的啊！不要着急，腿把原地起跳逆向，头上符也行，但是头上符有隐患，有可能会出现 counter。但是当然啊，这个2个人一起相杀的话，大门费一点血都是小事的啊，反正能死就行。他这个下轻手更稳了，开局朝天椒，好的，空中一对。河池这一局他这个爆气的效果，蹬一腿闪身，好的，这样的话除了蓝之山别无其他选择，除非河池有数次失误，跳地蹬一腿滑，不敢崩不敢闪，还有30多秒钟，老 K 闪身过来，哎呦很可惜，这只是一个地狱极乐落，后跳地已经猜到了，但是还仍然有机会，是摸胸推还是刚 CD？ 我们看一下啊，是想要刚 CD， 但是问题不大。我们看看，再蹬，连续的在找，好的，
尽管这样子，但是翻盘的几率依然非常的低，因为大门打大门啊，同样的人物，这个在血量方面上确实很难受。但除非你直接开到啊，开局朝天，空中一抢，直接一脚踢死，没招。这就是说，只要有绝对的优势啊，绝对的优势，基本上就没什么说的了啊。绝对的优势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你没招也没招啊，你别跟我扯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2比1的比分，还得是8神啊，还得是8神。好，来看看这一局老 K 变得非常的谨慎啊，谨慎到什么程度呢？轻易不敢前跳。好的，这时候小葵花腾挪出了一个位置，然后往前一拉，抢抓2个人交换体位，然后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哪边了，好像2个人对吧？其实这个很简单，可以看裤子。谁的8神他裤子就一个紫色一个红色的嘛。好，扣地发一个气功波，这是拳皇助兴好点反跑快波占地。这一局的话，一手紫色8神裤也就意味着是老 K 的。你看这局老 K 的玩法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的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看看千鹤直接一手助死。其实这场比赛你把它当成为什么当成半决赛呢？因为咱们确实是靠这个抽签抽到的，你无论怎么样你也是这个抽签的，没办法。就算你们2个啊，就是对吧？你们2个你不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对吧？一个冠军一个亚军的，无论怎么打，因为不是双败制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，它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提前上演半决赛。他们2个是有争夺冠军的实力，但是由于分组问题，再加上呢大魔王灰灰也在上半区啊虎视眈眈，所以说你就不要想了啊，想都不用想。好，扣地一丝血，你刚才不是1v3我的局面吗？虽然说我想反3没反成功，但是这一局我不仅我要打你1v3的局面，而且我有可能会实现1v3。我 KY8 也并非浪得虚名啊。来看一下你的河歪门怎么说，也就是波风水门啊。那 OK， 有事再连 OK， 那帮我把门关上好，落地阵，头上一个崩，头上佛啊，这一招就等你后跳呢，看不看见啊？这一招就是等你后跳，哎，你不后跳这就非常的难受啊。好，来看看面对大狙啊，蹦来蹦去朝天椒，前跳地闪身，跳 C 的时候被转球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一局，你看，你这种心态，我告诉你，河池是根本就没有翻。河池这一局如果能翻盘，我当场干一瓶小啤酒，谁与争锋啊！哎，来我们看看，这个老 K 就会玩了，他的目的很明确了啊，知道吧？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就是对于老 K 来说啊，作为这个打这个防守反击最强人之一。你去这种局面啊，正好我还克制你的这个角色，那对吧？我还克制你的角色，像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不思进取了啊！我就是靠到时间我也赢，我时间到我就赢嘛。比如说你像现在就跟足球似的，我已经3比0了，你5分钟进仨球，好，那我就浪费时间，我就跟你腾。我甚至我打不到你也行，你也别打着我，咱俩就搁这磨。你想打着我，那有可能会被我打得更惨哦。你比如像刚才被连续打了好几锤，瞬间心态就崩了。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时间还剩下30秒，还有20秒，他完全不考虑。但是结局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说你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这个游戏是有一定的垃圾时间，但老 K 这一局要被打晕，晕点消失还好。不过河池这一局，你不是跟我腾吗？我也腾啊。老 K 呢是偷袭后跳地打了一个小回，然后看看前跳过来抢抓没成，回化2点忍一手，跳地抢空原地起跳，逆向回身下臂再往前拉，好了，回身再崩，闪身过来，这个闪身河池已经意识到你中招了啊，你害怕了。所以说正所谓先走先死，你看这一局河池的8神就变得有点龟了。刚才老 K 的8神呢是这个抓住了河池的这个软肋啊，河池的进攻路子被老 K 摸透了。结果呢这一局河池说好吧，那我不进攻了。你看刚才河池一直都是打防反，所以说很难受。这一局角落压制，下轻手挥空，原地起跳空抛落地，结果呢被打了一个落地抓，战臂又是一手指令头抓啊。
刚才有人说裸杀的话，大猪就是弱逼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裸杀的话，大猪呢是加强了，但是如果带裸杀的话，八神更加强。只不过呢，八神加强是针对于所有人他都强，而这个对这个大猪来讲呢，说白了啊，这个也是一样啊。总体来讲呢，就是如果大猪打八神，八神带裸杀，那大猪其实也挺讨厌的，因为大猪就是靠蹦，八神一个不小心就是他那个叫落杀。但很多人说我跳起来我不怕八神裸杀呀，为什么八神裸杀还赖呢？他不是八神裸杀赖，有一招叫角落打空防落地避。也就是说，我角落跳地或者跳跃攻击打你空防，我直接一手必杀，你是必中的。你这个你就是哪怕你任何人，你能破我八神的，你跳起来跳 C 跳地，像奇亚社跳 C、猴子跳 C、列娜跳 C、大门跳地什么的，你觉得自己很牛逼，但是我角落打你空防的时候，你就再见了啊，那就再见了。来看看这一局，这一局谈不上什么高级素材局，但是还是有一定机会，因为大门并没有气。我们看看怎么说，跳 CD 卡过来，然后助手一摸。远距离，两个人正在牵制，这一手跳 CD 打得非常的准，势大力沉，前冲打对方下蹲不敢动，一手天地反直接带走对方。但这一局的话，对于河池来说呢，还是有一定的优势，因为你只有1管半的气，还甚至不到，而我有3管气，在名义上来讲呢，我3管气是要比你优势，所以说可以爆气的。河池是可以选择爆气一手，但他前期我们看一下，先选择崩跳地钉，这样的话这个气儿呢并没有爆。而普通的蓝之山的血量不比超蓝之山少多少落地还想盯，但是老 K 一手反盯，这样的话呢是2P 背对着自己。我们看看原地起跳地蹬腿过来，前跳 CD 卡空被崩，时间还有，老 K 在寻找一个跑钉的机会吗？好的，2-4型朝天椒切忍一手，两个人都有一颗气。看看这一局，忍一手后拉前跳过来一闪朝天椒，他这如果是后撩踢的话，可以选择确认接钉。时间忍前跳地钉，我操！你为什么连续的点2手战青手？河池关键时刻为了自己轻易的点战青手，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，以导致呢以2-1的优势变成了2-3，确实溜了啊！好，下轻手打对方不敢动，一手前跑抓，前跳 C 逆向回身，前轻手如果打到的话一定会晕，或者说他不接前轻手，直接重手接魁3。好了，河池开始，哎呦，能理解他是想要抽晕点，但是前轻手也没出，就算河池号称自己手法那么好，也没有用。鬼步过来，在没有气的时候，不是抓过来，在没有气的时候，鬼步过去重手前一手接魁3，打这种常规型人物，并不是特殊的，比如说草地精、真物或者是雅典娜、大蛇等等，克里斯打这种常规人物，比如说八神。那么你想重手加前轻手，不是接不上，是一定能接上，只不过呢，实在对人脑来说太难了。这一局河池的八神并没有如愿以偿的获得胜利。而老 K 的八神残血非常的恐怖，一丝血只要轻轻一磨，他助死用重手打到了一个7点位，然后落地下臂，无论你是后跳还是前冲都是死。当然就是怕他前跳 C 啊，一个前小跳 C 的话，千鹤也会非常的悲惨。不过呢，他猜到了啊，老 K 并没有那么出招。我们看看这一局，助死过来，下臂下 A 蹬一腿过来被崩，然后我们看看。跳地被崩，然后再往前一拉，忍一手，看看怎么说。这一局好了，飞身角落压制，还没有晕点结果被抓。这样的话，不仅晕点消失，破防点也消失了。好的，底盘助死，不自信。河池现在极为的不自信，他对对方是否出招了做不出明确的判断。忍闪身，他想骗对方站 CD， 一丝血，他不敢崩啊，对吧？你看。千鹤不敢崩，大猪也不敢崩啊！这一局是敢崩了，他离得太近了，他离得稍微远一点，他就害怕何时会骗刚 CD， 因为千鹤有一招骗刚 CD 的神招，就是那个点穴必杀，双方都不敢轻易的崩。但是这一局神珠再次降临，还剩下50秒钟，何时也会玩了。何时说：“现在我的血量比你多，你无非就是把气儿攒满3颗，我不玩了。哎，你来打我，我无所谓，我极度安全就好。”好的，跳地朝天，
这个玩法就取决于到底谁的血量多，对吧？我何时比你比你这个大猪血量多，我干嘛往前冲呢？我干嘛呢？你肯定让你来打我好了，我把你打倒了压制一下，再往后撤啊！我不跟你玩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很正常啊，是吧？就好比咱们看那个拳坛争夺，好的逆向跳 C 挂了个钉，老 K 这一局大门有失水准，不过还有机会。老 K 现在面临着残血一脚就能踢死的节奏，结果超远距离形成跑抓，比分3比3。这场比赛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，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激烈效果的。好了，那么看看现在这边巴赫门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最难受的一点是什么呢？最难受的一点就是老 K 这一局啊，他明明8神赢了，而且获得了一定的优势，当然反而呢这个被打懵了啊。不过这一局的优势就太大了，相当于白送了一个8神，而这一局老 K 的8神血量几乎是满的。这就对于何时来说极为不利。如果8神一死，像刚才那种大门爆发的机会啊，实则少之又少。而这手战臂跳 C 被崩，8神前跳 C 过来切一手，在往前压的过程当中呢，千鹤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啊，对面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没气儿压制的路子。现在8神还是没有急，我们看看忍一手，再崩，腿绊一下，原地起跳 C， 再前跳。好的，这就是因为他没有指令头，一个大魁被崩，现在8神还是稳如老狗啊！一大蹲防，原地起跳 C 就是 C， 这个跳抓和持就是老 K 你不跳抓我，我就吃你跳抓，你不抓我无所谓，你跳 C 是吧？好的，那当然这一局跳 C 和持冲动了，他好像在慌乱之中啊，伸出了一只神之下重手，以导致呢现在呢被打成1v3的局面。这也是本场比赛第6局的比赛，也就是本场比赛第2次老 K 的8神形成了1v3的局面。但是刚才的老 K 的还说是个高手。好的，一个崩，前跳 C， 落地头上不出晕头，一靠角落，腿把跳地吗？再来一个跳地，逆向头上，这还是打一康，有点难受啊。这两个人还说是个高手，一个手法是出晕头，一个重前没接魁没接臂。好，朝天椒被封，但是这一局也一样哦，咱俩血量一样，我大叔可不屌你的，有本事你来呀，你过来呀！战臂被骗，我操，这刚 CD 被骗的泰森的弟弟叫太惨啊！好，出晕头一扣，轻手一摸，朝天椒，然后2次行反跑，跳来跳去，好，一顿撩，直接崩死，这没法打。你让老 K 的大猪见到河池的大门，河池玩都不想，他根本都不想玩了，真的啊！根本没法玩，气逼的啊！好，空中一响，下臂掏裆，一手回3 ，CD 一个波，然后再找逆向。老 K 呢，主要还是只要8神老 K 赢了，几乎胜率占85%。那这一局的话，何时还是有一定优势。两个人都开始飞脚了，你看，而且飞脚几乎都是双杀，这一点很烦。老 K 率先使用了升龙战术，反崩一点，2次行闪身后拉落地抓，正手接魁3，没接重手无所谓，接小魁也行，毕竟是拳皇助庆好点啊，他还是没有考虑的啊。来看看这一局千鹤开局战地，好的，被偷，哎呦，连续的被2个 CD， 老 K 这个看出来老 K 其实也有点急啊，老 K 也有点急的，并没有像大家伙想象中的这个意思的啊。好，来看看千鹤，
开局入此，往前一拍，好的，反身位一崩，然后再找后跳 C， 蹬一腿，回身再崩，然后看看远距离，助词过来一个飞身，你看这个角落呀，哎呦，这一下有点难受，他直接空抛落地抓，平跳地被崩，现在千鹤还有气儿啊。双方拉锯战呢，千鹤只要血量多，其实千鹤也有路子，但是他现在着急，时间还剩下大把，还有将近1/3的时间。你看，跳来跳去，跳臂切，蹬一腿，跳臂过来，还差一锤，只要轻轻的一锤，血量追回来了。落地过来，5秒，在这5秒之间呢，老 K 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重锤打 counter。所以说这一局老 K 还是暂时有一点劣势，别看他8神有优，但是这一局千鹤并没有让老 K 那么如愿以偿。不过老 K 3颗气啊，这一点的话，朝天椒要摸胸推吗？没有，他一个超级延迟的跳 CD。这个地图赋予了大门非常这个非常可能的奇迹啊，因为这个地图有的时候它这个滞空都变长了的感觉。跳地钉，河池有点懵了，河池。他现在非常的懵，我们看看是不是要2钉，站臂一脚，想跑抓钉，2次型朝天椒原地起跳地，腿绊站臂，前跑钉车，但是出了长棍儿。现在河池跟反大声接小声一个阵，要不要？好的，这一丝血崩都崩死了，下 A 站 A 封对方后跳，3-5。从比分1-0到2-1到2-3到目前3-5，河池已经把比分落后了2分。由于是抢10的比赛，老 K 的比分呢已经过半了，所以说河池很难受。好，来看看跳 C 接小葵，这一局河池的8神开局打了个小礼包，然后怎么说后跳地。掏裆，好的，直接掏死啊，直接一手掏死。好的，感谢我们的毅哥啊，毅哥3手大金卡支持我了啊！今天晚上我要5手大金卡 ，thank you。那今天这个第一场比赛啊，就是第一局比赛就是高潮。我们很多人说期待最终的决赛是什么决赛？很多人说期待最终的决赛呢是这个灰 K。这个不假，但是灰 K 呢，在这3个多月的期间啊，实在是打了太多场。其实实至名归，但是我们还是期望河池能创造一丝的奇迹。尽管我买了100块钱买老 K 胜啊，但是呢，还是期待河池能创造一些奇迹。那如果河池能连克双神登顶桂冠，也说明这个对吧？这个游戏形成了这个3加这个对吧？3国鼎立时期。但是呢，就这个这个节奏上来看呢，河池他成功的几率现在已经大大的减少啊。由于这个老 K 的8神今天发挥的并不是很弱，所以说看看啊，而且他大猪的状态呢也还好，只要大猪保持稳定，大门保持稳定，8神菜一点又能怎么样？何况呢，今天老 K 的大门并没有河池菜啊。好的，连续的前跳落地轻手，站臂挥空，连续的切逆向回身落地抓。看看坐地转球1点，1丝血，落地升龙，好的一脚站臂直接踢死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。这样的话，好，这局大门的我给他的战术是什么呢？他应该要信任我，我给他的战术就是不要轻易的出招啊，反正他已经3颗气了，不要让他轻易的崩你啊，主要防他抓。我不上啊，不可能上啊，你对吧？哎呦，你又出脚了，压进角落你再出嘛，不到角落不要着急出。哎，你看他着急了，老 K 已经在他身上占据了55%的血量的便宜了。这河池的，你看又让他崩了。河池这个心态啊，河池啊，你就像一颗对吧？你就像一颗没有长大的小蘑菇一样啊，你这真是哎呀。太嘚儿了啊！好，2次型朝天，现在老 K 跟他对拳脚，能量闪身后撩踢头上扶没接招，
老 K 差一点让河池抓住了这哎呀，跳臂接王天来。河池的手法确实有一定问题，他出招不是很严谨。跳重腿接王天来啊！你在王继宝面前练王天来，你也是醉了啊！哎，3比6，这样的话呢，无疑是雪上加霜啊！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对于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啊，对吧？又是变得冷冰冰的啊！好，一手回3，这局河池很机警，虽然说没有制晕，但是现在还是有晕点的机会，晕点消失。好，这一局河池并没有让大家伙觉得没有希望，因为他这个8神啊，在抢抓的时候呢，明显领先了老 K 一个半手，所以说，好，人一是过来接，这连续2个站轻腿啊，河池有点懵啊，后跳 C 过来，人一手往前拍。好，一手回3，前跳地反身位重前，闪身过来，真是啊！所以说啊，这个游戏要想玩得好啊，第一玩好8神，第二玩好8神，第3你可以选择一手大猪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个3比6的比分。你手这手大猪啊，蹦来蹦去的，完全不符合逻辑啊！现实生活中这450、60斤的大胖子，我操，蹦蹦的。原地跳 C， 再蹬一手，着急了啊！还可以选择一手爆气再跳 C 的，又是原地跳 C， 拼了啊！来看看大门怎么说，摸一手，助词一根，原地跳地。好的，再往前拉，哎，现在呢，其实不用钉，只要一个贴地反就可以，不要着急。老 K 闪身过来，下轻手接地，2点、3点，再见，4比6。这一局当然呢，主要是靠8神跟千鹤啊，8神的这个首发的优势打出来了，尽管被这个大猪给归了一手，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这手千鹤打出了风格，打出了水平，以导致老 K 呢连大门都没有见到啊。好，来看看这边的话，2手8神。好，下一节亏3，然后怎么说？连续的跳，一手小回，轻手前轻后拉，然后再看看怎么说。下臂下臂，小回2点，原地跳地，空中一抢。坐地炮，轻手闪身后拉，这个跳臂太着急了，老 K 一丝血，好的落地，他没出跳 C， 他想要落地直接跳抓，河池的反应速度非常快，你想跳抓我门都没有啊！那这一局的话，大猪怎么说？前跳拍，空中一抢，哎呦，封锁封的非常好，再崩一点。后跳一丝血，好尴尬呀！这一丝血啊，但这一丝血对于河池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，对吧？周旋的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互换啊，互换。
千鹤2颗气，大猪2颗气，还多一丢丢啊，多一丢丢。好，空中一响，切，哎，就是骗。这个站 CD 啊，确实是啊。好，你看这手千鹤啊，他这个防反确实是霸道啊，给人一种那种辟邪剑法的感觉。好的，下重手再跟助词，就这么一招，哎，就来这么高。下重手接助词啊，别的不扯啊，别的不扯。好，来看看大门，站壁一脚，回身一个崩，2次形朝天要钉吗？哎呀，这个下重手太准了，一个崩角落，这是他很好的机会，但河池非常舍得练升龙，老 K 心态崩了，没有气儿，前跳拍，哎，正招已经打不了了，2次形3次。闪身没有气儿，站壁一脚有气儿，头上扶，结果没有收招，闪身过来一个抓，前跳地反摇臂落地一个震，左右下轻手挥空头上没敢练，出了一个王大拿。这一手王大拿直接把河池，对吧？从现实又打回到梦想，5比6，仅仅落后1分。这场比赛不愧是今晚的最强比赛。今天晚上我估计啊，最好看的比赛呢就是决赛，无论谁打决赛都是肯定好看的，这个肯定是不假的。但是呢，除了决赛之外，我认为只有这场比赛是最好看的，没有之一，因为和风肯定是打不上了啊。好，空防落地，重手一抓，有晕点，1点半晕。好的，下臂前跳落地掏。结果没接后手，这一手小葵花河池反应速度非常的快，掏裆。好的，来看看下臂站臂前顶手，一手必杀。好，来看看面对千鹤。前跳 C 一蒯被崩，2次形落地嘎吱窝，然后再看看怎么说。空中一响，远一手。哎呦，这个坐地炮啊！好，跳 C 过来，空防。老 K 这局8神确实很细腻，而河池的千鹤啊，就是他找不到这个解啊，找不到最优的这个解，抓过来。好，落地抓，好的，接必杀嘛，接了，接必杀了。这样的话，有可能会诞生今天晚上第一个1v3。如果5比7，那河池危险了啊！好，站臂一脚，前跳 C 抓过来，重手接钉。这是本场比赛第一局1v3，也是第12局的比赛啊，这一点我们看一下怎么说。还剩3局，其实还是有机会，只是机会稍微小那么一奶奶而已啊。刚才河池连胜2局也确实发挥的不错，那我们看看这一局怎么说啊？好，开局2个人互相试探一下，这是直接偷了一手下盘，而且在角落可以压制，后手的跳地2手。第3点打乱动，老 K 开始反击，又是打乱动，他没加前停手，否则会晕。我们看看，哎呦，晕点消失，掏裆落地后拉小回2点必杀，千万不要装逼出掏裆手，直接一手必杀结束啊！不要扯那些有的没的，干就完了啊！好，来看看千鹤，前跳往前拍下盘。腿把入词，好的，再打升龙落地，怎么说？忍一手，空中一响，站臂一脚，切过来，重手一抓，
难道要连续2局1v3？如果这么玩的话，河池心态都崩了。河池说：“我这堂堂啊进入总决赛第1轮就要被淘汰，我他妈的说好的赛点不胜男呢？说好的这个对吧？对吧？友谊第1，河池第2呢？对不对？这第2都拿不上了就难受了。一手大回3。”前跳 C 忍一手，其实他不动的话可以防住刚的，再崩一手，跳地腿把，朝天。老 K 这个横踢腿，2次型跑抓啊，但是河池很聪明，但是现在跳 C 头上1点，下臂挥空，忍一手跳地。哎呦，2个人同时出抓，老 K 激动的连重手都没接，看看起身压制一个波，然后再找。抓过来直接必杀，哇！连续2局的1v3，那我们基本上已经来到了河池的爆发时间。如果河池没有觉悟的话，那即将顶多是个6-9吧。哦。好，来看看。开局怎么说？跳臂过来掏裆，抓过来，好，这样的话又是1点半的晕。哎呦，河池的防御不错，然后现在反客为主，以退为进啊，步步为营。哎呦，这手远 C， 老 K 反击，忍一手。好，抓过来，重手一刀，再接亏3。好，来看看河池的8神，终于是结束了对方2局1v3的局面。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5比8的比分，只要再让老 K 前进1步的话，每一局都将是赛点。这个对于河池来说是非常难受的。老 K 主打以稳著称，你可以间歇性赢老 K。但是呢，你想连胜老 K 啊，确实有一定难度。不过有一次在擂台赛当中，灰黑擂台赛，河池作为攻类的一方，确实打出了对吧？4连老 K， 再4连灰灰，2连老 K， 再4连灰灰，再4连老 K 的战绩，也就是10连灰和 K。这一局素材局，跳地过来，骗能量闪身一个抓。他不仅节省了一个蓝之山，而且还骗了对方一个能量闪身。这样的话呢，1颗气的千鹤大门是有素材机会的，相信我啊。2次3次，哎，头上符朝天骄，跳地原地起跳，河池现在好的，他还是把握住了这个防守的这个路子，摸胸推，再崩跳壁落地阵，没敢震。他因为拳皇助兴好点已经吃了太多的亏，老 K 呢选择以稳来搞定，但是这一局再崩，马上长出1颗气，下扣打乱动，闪身后拉开位置，河池，哎呦，跳 CD 打河池抖地不敢瘦身，一手直接的一个王大拿，把千鹤捡起来。好了，看看这一局2个人大门之间怎么互抠。下臂过来一脚，好的，跳地接钉，但是这一种怎么说？我们看看要不要直接震啊？不敢。好的，但是结局还好，站臂一脚6-8，难道真的会出现这种569不97的这么一个绝活吗？传说中的569不97绝活在哪里？好，2个人空中一响，跳来跳去，一手回3，完，按照这个路子果然是要6-9了，河池很难受，打晕，重手接亏3啊。第3点要不要打啊？有可能会给对方打出1颗气来，没打，没有，对不起。
离长一颗气的机会距离还是挺远的。好，来看看千鹤，回身一崩，下重手接住死，闪身过来，反身位，忍，不要忍，我要成为武林至尊，那就不能跟六大派结怨。下重手助此，往前再撸，忍一手。好，这一局要破防，哎呀，怎么能还敢下扣？是梁静茹给你的吗？我操！重手防空，不错，还有机会。一个助词，往前压，没有气儿，随便打，再前跳，破防，好的，可以的啊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来看这一局大猪。平儿，我不知道你是谁。好的，这一手千鹤要创奇迹嘛？没打出26连，很可惜。但是这一脚一踢还没晕。哟，老 K 居然被打击了。好。好的，闪身过来后跳 A。好了，你看想69我没那么容易啊！闪身过来，王天来没飞身，何时求稳？好的，再打一个七段位的这个助词，7比8，这个比赛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。没想到何池还有一招大喇叭给老 K 来了个下马威，原本是要69的，结果变成了7-8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呢，对不对？哇，又晕了，这太惨了吧！这他妈是民工连招，这民工一套晕，这完了。这一局千鹤如果发挥的不像刚才那么好，那直接就废了今天晚上电脑都来砸了。好，来看看前跳地，原地起跳。好了，重手再跟魁三，落地升龙，这个升龙发的很果断，但是压力给老 K 还是不是很大。一个助词。好了，下手助词，腿把 CD 取消，嘎着窝。这个千鹤是何池的一个小杀器，但是能不能再站出来站不出来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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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一局怎么说？好，那看看现在翻盘局面翻盘局面。好，慢慢往前蹭。一哥又是5手大金卡。那今天晚上这个节奏一哥带节奏感谢我们一哥。那祝一哥发大财头上佛，再头上佛，再他可以再来个头上佛的。好了，头上再头落地震，他重腿挥空一个震，但是没死。哎呀，王大拿7比9，我有3个赛点。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输系列。噔噔当当当当。好，已经到了最终的时刻了前跳 C， 掏裆发波，回身再崩，
现在何时有没有希望我不知道，但是能跟老 K 打成7比9，也说明何池是有点东西的啊，也确实是仅仅次于灰 K 的人了。但是这一局一上来，有可能会让大家伙感觉到就止步于7比9了。想要8-9、9-9，这个机会变得非常的渺茫。但是只要没到最后一刻，是没有必要放弃的。我们看看何池怎么说。跳第一灯，然后魁2、魁3往前一拉，然后这边轻手发波，然后再找 CD 拉这个无责任，崩过来之后呢再发波，远距离下盘往前再跟小魁1点接低3式。如果千鹤死的话，何池可以撂了。如果千鹤死的话，何池真的可以撂了。小魁磨1点，好的，浑身再崩。这场比赛看来又要这个敲钟了，再见了。一首难忘今宵送给何池薇娅啊，一首好日子好运来恭喜发财送给福建 KYO， 一首刘老根儿老根儿老刘老根儿老根儿，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？好，7比10，最终何池并没有突破7分，但是不得不承认啊，还是有点机会的。只不过有几局被老 K 的8神1v3，以导致何池内分泌失调、囊肿加混合斑以及子宫肌瘤、乳房肿块，最终呢死得很惨很惨。那我们不得不承认啊，接下来就要看下一场比赛了。